台湾。哇！你看 on the paper 写6.6秒的 best， 6.6秒是我弄到一个人啊，因为我们两个人中了。哇！所以我们6.9秒就0到100了嘞，就没有驾电车的感觉了啊，爽快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， 不是一个 shopping， 是 POV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冲上云霄系列了啊！这个影片呢，是没有 Part 1的哦，后面有一辆 BYD Dolphin，OK， 海豚，我一直想要讲Atto 3啊，因为在很久没有碰到 BYD 的车了。这辆车呢是非常感谢车主Mr. Lee， 你好 ，Hello， 感谢你借我这辆车，因为我在等着拿那个车拿了很久了，然后最近也比较忙啦。你先联络我就 OK 啦，先试一下你的车啦。那你这辆车是哪一个 variant 呢 ？Premier Extended Range， 最高 spec 的那个。就是120千左右，125，但是加 insurance 130哦，差不多。OK 啦，是一个比较算便宜的一款电动车。这辆车的续航可以走490公里，你做得到490吗？我比较喜欢按那动上来的，走420左右啊啦。OK 啦，也是不错了哈。它的充电呢，大概也是80 kW 最高啦，跟那个Atto 3一样的啦。所以之前我有试驾过Atto 3，你们可以不妨去看我之前的影片，也可以去看之前 BYD Dolphin 发布的那一天那个影片，你们可以去看。所以walk around的影片我不用做了的啦，你们去看我之前我跟别人去试驾的影片就可以知道了的。那这个影片呢，就专属去试一下上山0到100测试怎么样了啦。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。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我们到时候看车 ，Let's go。BYD Dolphin 呢，它总共有分为2个等级的意思啦哈，一个是99千，一个125千。之前有在我的影片有讲过了的。高配的话是204 PS， 还有310个牛顿米；低配的94匹马力，还有180个牛顿米的，所以差别是非常的大哈。它续航能力也是比较高的，那款410，这个490。我记得这个高配的轮圈有2款，那么这一款呢是跟着你的颜色而定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的，看得比较有跑风一点的。OK 啦，对于一个小型的车来说蛮大的哈。那我还发现一点哦，这辆车如果是高配的话，它的后悬吊是用铆钉铃的；低配的话，后面是 torsion beam， 前面是 MacPherson 的一个悬挂设置。这辆车呢是黑色内饰哈，是我觉得比较可以看得到一点的。之前我在我的影片有讲过，它的整个内饰呢就看起来会比较让人舒服一点，很多人比较可以接受。这辆车才1517公里，哇，你才拿了1个月？没有，1个星期。1个星期。一样的啦 ，BYD 最爱的，可以让那个荧幕旋转啊，这个挡挂啊都在这里。Please shift the gear into P position. 哦，I see， 那内饰就是这样了。你经常都是用 Sport Mode 来驾驶的哈，还是？大部分 Eco 啦。哦 ，Eco。但是 Eco 按完也是跟 Sport 差不多的。哦，对了，它的力还是一样，只是它的油门的那个反应比较慢。嘿嘿嘿，来看引擎。这个不是引擎啦，这是一具电动马达在这里。其实很多电车的话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讲，它又不像引擎这样有多少个 piston， 多少个排气量，它只是供电量多大，它充电率有多快，就大概是这样嘛。可能要 service 的话就换一些coolant啊，换一些 wiper 水啊 ，brake 油啊，就大概是这样而已。前面就没有得置放任何东西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去试驾了 ，Let's go。所以我们现在是 Sport Steering。Brake Assist 也是 Sport， 把 Lane Keep Assist Support 全部关完 ，AEB 也关了 ，ESC 也 off 了。OK， 那我们就试驾咯，把它切换到 Sport 模式。OK， 电能回收的这个模式我们放在 High， 放在最高的哈。这辆车虽然是没有引擎啊，没有
那个什么piston 啊、活塞什么都没有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电动车。慢慢动了一下呢，会有一个微微的呜的声音，让路人知道哦，我们其实有车来的。这个就是驾电动车的一个特别之处啦，比较不同啊，比较有新鲜感哦，这辆车。哇，整个油门的反应，其实不叫油门啊，是电门的反应，就是特别直接的。它好像跟着你踩多少把先给你多少的动力，多少扭力这样子。这辆车呢有310个道，你看310的扭力，204匹马力。看它这样小可爱这样哦，它的动力是不错的哦。Dolphin， 我关了 ESC 之后就是比较，它用这轮胎是玲珑的什么 Comfort 的一个轮胎，尺寸为215是吧？215 5017寸 ，Low spec 是16寸。哇，它的 Body Dynamic。它是悬吊是偏软的，可是 at least 它是 multi-link， 感觉到 support， 还有支撑得住。它的刹车很敏感哦，这辆车。敏感过多久？是哦。我 try 过，我问为什么，明明一样的活塞什么都一样。它轮胎很容易就是滋这样被拖得去，它抓地不怎么好哦，所以你想要换 BS5。如果 BS4 就拿 BS4 了，应该是耗电一点哦，你用那个轮胎。越来比较长。就是疯狂的叫这辆车。你有驾过没有驾过上云顶是啊？没有，第一次哦。OK， 它其实它的车身是很稳定的，它整个电池是在下面的组合，感觉到这辆车底盘是很重，然后很稳的去，它不会好像它侧倾到一个程度，它不会再侧倾啊，不会感觉到那个翻车的感觉咯。它重心在下面嘛。然后它的这个悬吊设置虽然是软了一点，可是呢就很奇怪的哦，中国的车哦，它一到了一个角度是它就不会再压下去的感觉，它的 suspension， 所以很特别啦，整个 suspension 开起来的感觉不像一般日系车这样，哇要翻车了啊，这个不会，感觉要歪掉了这样子啊，都还好的，不错啦，makan， hai ke makan。但我觉得马看应该不敢很快了，它动力是很猛，但是，哇，那个轮胎，看看我们上山是多少把线啊？90，不到90不到90，86这样啊。毕竟刚刚还没跑快就吃电。这种车就是越跑越慢越省电，塞车是特别好用。但是塞车塞太久也会怕，如果好像低过20啊，基本上会怕。会怕那个电不够了哦，幸好劳力有看到我。这辆车不要看它这样小辆，它很重一下的哦，车身重对。所以导致成它小辆，其实它在某个情况下左右摆动的话，少了一点点的那个灵活性。你看，重哦，一个缺点。阿迪巴的 size， 可是就是阿迪巴 size， 只是阿迪巴比较轻，很多。可是动力来讲，它就少。这电动车是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是踩 brake 跟踩油这样不了，就这样，不像美诺一直换压。哦，他这哪2个链？没有办法 BMW 转大弯 BMW 你，BMW 好像飞来飞去。不用紧，它在地上了，就让它去吧。它是电的。它是油电混合 X5。我看到前面有那个。哇，轻快，踩58%的油门就，一直讲油门，电门 bro。
这辆车驾远途来讲一定很舒服，它的弹跳力就是这样，对，这样咯。它又不会让你觉得很浮，因为很浮的话会好像那种阿西亚那种加highway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觉得它浮？因为它轻，这辆车是重，所以它重量带来一个下压力给他觉得。哦，诶，可是 AEB 虽然关掉了，还会帮我踩一下咯。啊，还有 pre collision， 哦，有 pre collision。那个关不掉。你要去哪里的？是不是？我觉得它应该是转弯的。他不懂要去哪里的哦，是吧？有时候没有给人家一个很好的 signal， 到底要去哪里？就是马来西亚有时就是很不死，会有些人不喜欢打 signal， 是咯就是反的。反正我不管怎样来，我只要转个小弯，我都开个 signal。啊，你看。好奇驾这种车去升棒是什么感觉？但是如果是帮不是要，假如是他 open day 的时候是需要那种。我今天遇到了这么多吓到我的人，真的，他就是要出就出。啊都，今天什么日子哦？你要出 at least 啊 ，bro signal 啦，对吧？然后你看一下后面的速度啦，它是这样的哦，他们的 logic 是我们是先看有没有车，速度大概多快，我可不可以现在出来？啊，对。而不是讲你看到哦空啊，出来过去，你不用 estimate 一下人家后面的速度，不用的。我们电车是不用啊，因为我们有力嘛，踩下去就是了。好像我开里维纳的时候，我都是好像看到它至少好像有至少有3个车距了，我才敢转弯，因为它毕竟对慢。哇，你看又来一辆，哇，有可能有听到我们的那时候声音啦。哦，所以你要叫 VTEC 是不是？哇，这样子去哦，他听到声音了。不然就像像那时候，是你有采访过的吗？有一个特斯拉，改 S 不是改 S， 就是放 speaker 原来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，那是别人的，是吧？啊，对，我目前没有看到还有人放在马来西亚，没有认识到。那个我是看是马来西亚丢版，不确定是不是在台湾啊？它就是特斯拉后面放 speaker。有啊，很贵一下嘞，不便宜的那个 speaker。对，因为它要大声啊。但是我觉得我是不会动啊。所以你这辆车是唯一一个家里电车嘛？以前是第一辆嘛，啊，以前是驾油车比较多嘛。连 hybrid 都没有在说。所以你会喜欢驾吗？会。哦。我基本上去学校去哪里都开。哦 ，daily drive 很好daily drive 的车。而且基本上也不用怕讲动力不够啊。随传随到，而且这种电动车就是它会有一个让我觉得，我去打包一个东西吃啊，去外面打包是很方便的一个车，好像不用要 warm up 那个 engine 啊，然后很轻松驾驶啊，在市区里面，油车就是要等它点火啦，然后换牙啦，这个完全不用，直接这样子去吧。哇，这个车加速真的是猛啊！啊，虽然没有那个特斯拉多摩托这样厉害啦，特斯拉还是，特斯拉暂时还是它电量比较紧，比较大，而且价钱不是在这个价位哦，哎，你 bro 你125千买这样的动力，125千，现在最多也就 S50或者是 Civic 对，而且我看起来这辆车很小辆啦，我坐在后面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后面不会很小的嘞，不会很窄，哦，很大位，基本上我们那时候5个人坐，基本上全部腿可以开个normal 油车都要好像有点窄着的。嗯。这辆车我觉得，如果你下次你改一个 adjustable 下去，哇，那个 handling 完全瞬间变得不一样了，天。
是它的动力来得非常的猛哦，变成我转一个弯之后，我的方向盘是很重，要对准那个地方去，不然它不然你会直接是 lost 那个 control。我呢，你要对准哦。我觉得如果这辆车要下省磅呢，最少现在adjustable 我觉得要改，brake 哦，我怕 brake。是哦，brake 是需要的。而且还要动力猛哦，brake 又要 brake 快哦，然后还是要改。之前我驾 Atto 3哦，差不多到顶的时候，它的动力有一点衰退耶。有可能当时是overheat 是这样的，电车连 Tesla 都会有一点点。然后上到顶的时候，Tesla 的风扇转得很快，哦，没有听过这样快的风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上去看看就知道了，不会一样。所以你 next service 是叫你几时回去啊？这样子5000第一次好像是免费的，normal test normal checking，然后要给钱的是20,000。哦，所以20,000再回去。就是比油车少一次哦。油车通常是1万嘛，前1万嘛，这个就2万，会少一点。哎，他又把我 break 了一下。我感觉应该没有关嘛。对会关嘛。他 break 了一下，是我踩一点点吧，就好像很重这样。对。所以下车棒应该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的，没有的完全关完。bro， 跟着线走，没有办法。Think out of the box， 不一定是要跟着线。我第一次开上来，因为我前面其实讲的，我开不要直接上来，我一直去看你的影片，看你怎么闪。然后我没有讲100% 学你，那我就是大概懂，尽量不要跟着线走，会很危险。所以我都是跟着线走，第一次上。你看你这样刺线，你是不是觉得很舒服？不会啊。如果你跟着转弯哦，就来感觉整个车会一直左右晃一下，左右晃一下。至少你这样转，就那一部分你转够力弯的时候才要。所以你玩了Go Kart之后，你大概懂了咯。你看他的轮，那个路不平啊，他就会弹起来，它刚刚磨到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胎压是肯定是要换的啦。假如是，可是它是很矛盾的哦，你一换了哦，你要吃地了哦，就耗电哦，还要耗电哦。但是假如你讲你 normal 上其实不用，其实你这个胎压是够撑，是够的啊。下雨天要小心吧，这个胎压它比较滑。你看有一点水哦，它就滑出去，这个 expected 了，我懂了了已经。哎，可是厉害的是哦，上到来这边，上来这边哦，它的动力还没有衰退很多哎，因为可能天气冷的关系啦哈。一是冷可能，对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满电的关系。不是，因为可能它冷啊，还是一样，因为热了它一定是不要给你这样光耗这样大的，像我们手机这样。但我觉得这个肯定会好过Atto 3，是因为Atto 3毕竟还是大2个这个。对咯。还有重，所以它肯定会比较快过热哦，因为有一次还是很猛哎，它动力 OK 嘞，没有问题。跟你的 EK9比这个不能比bro，那个车很轻，这个车我觉得是偏重啊。所以总结来讲，这辆车呢上山是肯定很有力的，你看，而且你的方向盘只要对准哦，不然的话，你会不懂要摆去哪里哦。那个因为它太厉害了。然后车是重是它的缺点，啊，其他的话没有什么 complain 啊，主要是重吧，其他没有什么好 complain 的啊。还有就是轮胎哦，哈，轮胎换ABS出来了。这个尺寸17寸
还会比较便宜一点了。嗯等下下山就会充电了的啦哈，它大概充一个可能4%呢。哦，那时候我驾是这样，我试驾的电车不多，我试驾过 Tesla Model 3、多摩托、BYD 的 Atto 3、BMW iX， 还有这一辆，大概4辆不了哦，没有错的话。这么多辆车里面的马力最大肯定是 Tesla， 而 Tesla 的整个感觉就是悬吊比较硬，所以在过弯的时候、云顶的时候特别的不错啦。而且那时候透机哦，它用这 BS5 的胎压，动力真的是很猛。所以这么多电车里面，我驾的最满意目前是 Tesla Model 3多摩托。Dolphin 呢这一方面呢，就肯定是比 Atto 3好上了，因为 Atto 3它车身比较高，然后更加的重，然后这辆车的灵活性会比 Atto 3来得好，舒适性也不差的。它其实跟 Atto 3没有两样，可是它就是比较灵活了哈，过弯的时候都比较好，动力不用好讲啊。但其实电车啊，你在云顶路啊，你其实胜过很多车了的。你一个弯你踩那个 response 就来了，哦，人家还要。这样。我们比它5500哇，永远都是输过电动车。刹车方面就 OK 啦，很有信心了，很刺啊，点一点点那个反应就来了，是一个很好的 daily driver 车啦。只是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要每天充电哦，你家里用 3 pin 来充是吧？暂时是3 pin，然后3 pin 要充多久充满那辆车？20多个小时，从是0到100了。哦，那如果你是剩50%呢，充到100，10多个小时，10多个小时，这样可能你回到家也不一定剩50%的嘛，可能。不一定啊，看主要是看有没有去远的地方。这样如果80%，我 charge overnight 不用紧的嘛。对，他对，就把你关掉了。好像手机一样啦，我们现在手机也是每天充电的嘛 ，Apple Watch 那些也是每天充电的嘛。好了 ，BYD Atto 3加过了 ，Dolphin 也加过了，所以听讲他们未来不久就要推出那个海豹，哇，那个好像很厉害哦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去他们的 launching event， 再拍一个影片给你们看，介绍很多 BYD 了，可见马来西亚很多人开始接受电动车的这个趋势。当然，它可以是你的日常生活架，但是你的家最好是有安装一个充电桩啦，不然就是你的家靠近一个快充的话，像我这样就比较方便一点。不然的话，如果你住在 condo 的话，会比较不是很方便。日常生活架肯定是好架的。对于很多人马来西亚人来说，油那么便宜的时代，电动车乃是一个玩具。对我来讲，它是一个趋势啦，未来趋势。所以到了一个年份啊，强制我们要用电动车的时代呢，你就没有办法玩汽油车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趁有的玩汽油车的时候，赶快去玩。有 VTEC 梦，赶快去完成 VTEC， 不然以后就没有得玩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本期的 BYD Dolphin 的试驾云顶呢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妨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